Hello， 我是 Harry。先说两组数据，英伟达收盘202.81，精准的打到了我们上周画的支撑线202点，点位是对了，但是呢，多空博弈非常激烈，是反弹还是继续下跌？美光跌到了缺口区域。上个视频呢，我们说过785到816之间是重要的防守位，能不能够托底反弹？存储板块这波快速下挫，跌到怀疑人生，还有没有救？今天呢，视频给你明确答案。随着环境的演变呢，针对大家需求，本期内容有2点变化。第一部分新增粉丝互动答疑，针对大家问的最多的存储股为什么下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做一个集中的回复。如果你对基本面分析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技术拆解，但是呢，我建议你听完，了解全貌才能够捋清思路。第二部分大盘趋势，我会结合 K 线形态和趋势图的转势信号，给出当前最重要的观察位和操作思路。目前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和个股的支撑点在哪里。第三部分明星个股加上粉丝点票，除了英伟达、特斯拉、美光、闪迪，这期呢我额外加了2只防御性很强的票，苹果、可口可乐。在防御需求提升的环境里，怎么调整手里的持仓是保证本金安全的重要知识。如果你也想跟上这样的操作思路，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随时跟踪复盘不迷路。不管怎样啊，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感受，问个股，以股会友，祝大家股市长红。好，进入第一部分。最近呢，做科技、做存储的朋友啊，体感很差，所以呢，我们第一部分集中回应2个问的最多的问题。第一，存储为什么会暴跌？第二，当前的局势下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2个搞清楚了，科技板块的节奏你就清楚了。但因为我们的公寓时间有限，我会尽量的5分钟以内讲清楚。如果已经在社群当中看过更详尽的文字版的分析，也可以跳过去。如果没看过的，建议听完。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存储这段时间跌得那么厉害？首先呢，分成3个原因。第一个主要原因，高位兑现加上 AI 投资预期的降温，触发了获利了结。以美光为例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6月份，涨幅高达10倍，赚够了自然就会找机会套利这个逻辑很简单。同时呢，很多机构担忧AI 硬件资本的开支增速放缓，这个资金自然就会从相关的板块套利，加上避险撤离，这双重因素呢，就造成了一个共振的下跌。第二个点呢，是放大器。美联储鹰派加上美债收益率走高，当这个降息的预期延后，高成长股，比如说科技股，估值承压，这是很自然的事儿。但这一点仅仅是作为一个放大器。第3点是一个导火索，三星、SK 海力士持续的扩产，市场呢担心供需趋于平衡。你想想你在逛街的时候呢，口渴想要喝一口水，只有一家水店，自然多少钱你都得出，但如果一条街突然多出来4到5家水店，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降。从存储板块来看呢，资金大概率提前反映未来的盈利增速下降，但绝对不是当前这个需求崩塌的最根本的理由好，这个是问题1。第2点，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呢也分成2点建议。第一点， AI 的资本开支是核心要素，说白了就是要看4大科技公司微软、Meta、谷歌、亚马逊这几家巨头还愿不愿意继续的砸钱。如果他们维持甚至是增加投入，那存储股就还有戏。但如果谁敢明显的缩减，那么这个熊市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第2点呢，就是关于美光自己的业绩和指引，关键要看管理层会不会继续的看好 HBM， 维持这个高毛利率，全年的展望不要往下调。只要他们嘴够硬，这个产业的逻辑就还在。但一旦松口或者是释放出谨慎的信号，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所以财报季的数据带来的整个市场解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整体的美股大环境我们也要看，不能只看个股。如果有大环境的利好，比如说经济数据、美伊战争等等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弹跳的几率像这一类的数据分析呢，我也会放到我的社群当中不在这里一一解读。那这个呢，就是从消息面来讲清楚，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该盯什么样的消息。那从技术面，我们着重点也转移到了如何预测大盘和个股的支撑位，对吧？好，看一下可能概率比较高的右侧机会在哪。上周五呢，我在盘前说过，纳指在25826到26265的这个小箱体运行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下方大的支撑位看到25500，结果啊，周五当天的收盘价格是25520，确实踩住了25500的这个位置，只差20。这20个点呢，就意味着市场很脆弱。这根 K 线呢，有点像假阳线啊，虽然它的收盘价比开盘价的位置要高，证明了多方力量呢，在这个位置把价格拉了回去，但是呢，它的上影线和下影线都非常长，那就证明在这个地方多空博弈非常强，而且它是跳空低开的一个 K 线。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首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反攻 K 线的形态出现，如果有，是强还是弱？如果没有反攻，继续的下跌，那么下跌的力度强还是弱？因为到了这个区间已经是大支撑位，如果跌破这个趋势继续转弱的概率就会比其他的一些非关键点的位置概率要增多很多。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观察今天的 K 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轮下跌呢，我们刚刚也说过，估值回调，套利兑现的概率更高。那等它回归到大家愿意进入、愿意买单的位置，自然就会回弹回去。所以如果跌出了这个25500，下方25000的另外一个大的支撑位置能不能够止住这两个点位呢，是大家重点要关注的。因为 K 线的形态呢，往往反映着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的一个判断。那在这个地方呢，给到散户朋友的建议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观望，减少犯错的频率。第二点呢，我们可以选择日内逢高离场一部分，等到右侧信号来了之后，我们再进入这个是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对于个人的操作有一定的要求。最不推荐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仓。还有的朋友会问在这个地方做空可不可以？那刚刚我们也说过既然我们认为它是大概率估值回调的一个过程至少超过60%的概率，如果在这个位置做空，风险也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呢一定要根据市场背后的逻辑来做当下的操作，而不是在恐慌和担忧当中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好，那这个是关于纳指的一个分析和建议。好，个股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走势呢，上周收到了我们所说的支撑位202，它的收盘价是202.81可以说是精准无比。那就证明呢，202这个地方确实有支撑，但是支撑住了，情况是好是坏呢？Harry认为还是消息面的影响。英伟达呢本身的信息面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利空。上周的这根 K 线呢，是一根非常极致的十字星因为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些小知识点来简单的过一下。这个十字星呢，代表了市场犹豫不决，必须要等到后续的确认 K 线才能找到方向。既然收出了这样的 K 线，技术分析告诉我们整个市场在观望，那我们就不要动。我们之前呢也建议过大家采用金顶逃顶术来找出场位如果你是有趋势图的老同学，那在这些地方出场的概率就会更高。但是如果到了这根 K 线还没有出场，你要在这根 K 线里找出场位难度挺高的，因为它的最高点才达到前面这根金 K 的最低点其实你很难逃的。之前呢 Harry 也说过205是一个比较建议的出场位置但是呢现在看来这个位置也不够好因为呢你后续这一波上涨有$5的上涨你没有吃到。当然我们技术分析呢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绝对至少你选择在这些位置出场，现在不会太担忧，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虽然呢英伟达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但是它毕竟是在子带的多方的趋势，所以呢整体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消息面的问题产生了很多利空，导致对个股有影响最好的方式就是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它跌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190的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进如果你是有仓位的同学呢，这样的操作呢就给点耐心，不用着急。如果你是重仓在这只票上，这个地方先不动因为出或不出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那如果你没有太多的仓位在这只票上，也不要急着加仓先看一看再说。那我们重点呢就要看202的这个位置会不会破掉。如果今天能够顺势的往上提一点比如像这个 K 线的形态盘前的 K 线形态表示出上涨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稍稍的放宽心一点或者呢看它反弹到什么位置，我们逢高出一点
啊，这个位置绝对是出比不出安全很多。如果继续往下，我们就按兵不动，因为下跌的空间呢 ，Harry 个人认为是有限的啊。只要等到整个消息面的利空得到消化，那我们再进行一个右侧的进场，胜率就会高很多。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已经跌破了之前我们所说的三角结构啊，也跌破了388的支撑位。很遗憾啊，它是选择向下，形成了这样的形态，而不是这样的形态。下方呢，我们就要看到370的位置。Harry 认为啊，这个地方的支撑作用还是挺强的。但比较难过的一个点是啊，这个地方趋势产生了变化的苗头啊，紫带变成了黄带。我们也给新来的同学普及一下知识点啊，如果按照趋势图的功能，当紫带形成 ，K 线就会在紫带的上方运行，但如果转成了黄带，情况就不乐观了。这些 K 线呢都是在黄带下方运行的，大概率是被压制的。所以如果紫带变成了黄带，那我们顺着趋势走的话呢，可能就要找下方的位置。那既然跌破了388，我们一直观察的这个位置啊，就要看下方370的地方能不能够支撑住。K 线打到这里，看一下具体的形态是什么样的。那本周呢还有特斯拉的财报，如果在这个位置啊没有支撑住，大阴线跌破，那可能我们要等一下个股方面的一个利空的消化。所以呢，总结来看，在这里就要看个人的承受能力。按照正常判断，下方的空间呢不大，下跌的空间不大。但如果整个财报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导致了市场过激的反应啊，导致了下跌啊，这个就很难说了。那我们的策略方面呢，依然也有2点。如果你担心仓位过重啊，可以先出一部分；但如果你本身仓位比较轻啊，倒是可以放着等一等，看看下跌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支撑区能不能够支撑住，以及财报之后怎么表现，再来选择是否加仓。好，这个是关于特斯拉。好，再来说一下美光。回到今天的封面主题，美光还有救吗 ？Harry 的答案呢比较明确啊，因为基本面没有崩塌，高端芯片的需求没有变化，所以美光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它到底在哪里能够止跌，并且给出右侧信号。如果你直接跳到这段啊，建议回到开头听一下 Harry 和粉丝互动的部分，或者呢到社群里看更详细的文字版，把这个背景补上。那之前呢我们也说过，860附近是第一道支撑。上周五呢收盘价是849啊，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进入到了缺口区间。但是呢，最终啊收到了缺口的上方，说明啊这个缺口的位置啊确实是有支撑的。上一个视频呢，我们标出了789到816，也就是这个区间的位置啊，这个就形成了重要的观察区间。如果在上一个交易日回补之后，今天继续稳住，那说明啊这个缺口在这里的作用只是一个普通缺口啊，会很快回补，起到支撑和阻力的位置。如果继续往下跌啊，就很有可能转变成一个衰竭缺口。从今天盘前的信号来看呢 ，K 线的位置啊略微偏上，有一点点企稳的苗头，但是具体呢我们还要后续再看。从内部指标来看呢，这个地方底部信号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因为下方有了这样一个绿柱的产生啊，但是呢在公寓上呢 Harry 可能比较少讲这样的一个信号啊，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实际上能不能够撑得住。但是呢现在在黄带的趋势下啊，这个黄带依然起到了压制的作用，所以即使反弹也不能够一下子看太高。不过呢有一点很明确啊，这个位置不能够做空啊，如果要做空呢，至少要等到它反弹到黄带中轨啊，大概是1000左右再来做空，或者是寻找高抛低吸的机会，这样呢你的胜率会大很多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结合趋势工具和实时的 K 线形态来做一个判断。趋势图呢有一些信号，包括这种黄带的阻力位，也包括这样的支撑信号，也包括这样的筑底信号啊，趋势方向都会让你的交易判断更加清晰。再结合消息面和技术面一起看。那我们近期呢也有一些内部的优惠活动，想了解的欢迎来咨询。好，这个是关于美光的分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闪迪。相比于美光啊，闪迪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筑底信号啊，虽然这个是盘前的 K 线啊，但是呢蓝 K 加上钱袋子啊，也意味着在今天的走势当中很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底部啊，但有点遗憾的是呢，目前依然处在一个黄色下降的趋势当中，在黄带的趋势内啊，做右侧交易呢尤为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观察蓝 K 之后是否能够形成一根强势的阳线，才能够真正的认定为右侧信号。不过从闪迪过往的走势来看啊，蓝 K 之后出现一个上升，至少是小幅度回弹的概率还是偏高的。
包括这些地方。另外呢，它的周线已经达到了子带的中轨，同样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信号啊，说明目前已经处在相对低的一个区间。只要外部的消息面被时间消化啊，基本面不进一步的恶化，那这些位置呢，慢慢就会支撑住啊，中长期依然是有机会的。毕竟呢，闪迪这一轮回调啊，从2354跌到现在的1300多，这个跌幅是非常大的，比美光还要猛。但是呢，这不意味着能够盲目加仓啊，一定要等到确定的触底信号出现。同时呢，我们还要看成交量，如果还是像这种放量下跌的形态，就不能够入场。所以呢 ，Harry 在公益当中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些信号啊，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一些筑底的机会产生啊，它的反弹概率做多的概率会提高，那大家呢只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一些右侧机会，把握住更高的交易胜率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关于闪迪的判断。再来看一下苹果，这轮大盘下跌的过程中啊，苹果的避险功能再次显现。从6月25号开始，将近1个月的时间一直在稳步的往上走啊，几乎没有回调过。当很多人反应过来，想要把仓位挪到苹果上，问题来了，还能进吗？现在这个位置呢，很显然不能进了。已经涨得太高了，如果要配置呢，我们要等到回调之后再考虑。那下一个问题是，苹果什么时候会跌？跌到什么位置适合我们加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K 线的细节。这里呢 ，Harry 要给大家复习一个小的知识点，叫三阳小顶。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连续出现了3根阳线实体，一根比一根短的 K 线，说明呢多方的动能在逐步的衰竭，回调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像这些带着粉红钻的 K 线，就是出现三阳小顶的信号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多次了出现这样的一些衰竭概率变高的信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过去的这些位置，多次出现三阳小顶之后，股价都会出现一轮下调。所以呢，当前苹果长趋势肯定还在，但是短期追高性价比就很低了。目前的位置呢，下方有一个缺口，缺口上沿是317的地方形成支撑。如果价格能够回落到这个地方被撑住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上方呢335形成一定的压力，而且呢，今天的盘前出现了小人的信号这个信号一旦出现，K 线接下来呢震荡或者是向下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综合来看呢，现在不是进场的好时机。但如果你的仓位允许等它回调到缺口附近，把一部分的资金分配到苹果里，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最后呢，我来看一下第二支 Harry 推荐的避险的股票，大家耳熟能详的可口可乐。上一个交易日呢，可口可乐收了一根大阴线，跌幅 3.96%， 这个对于科技股来说不算什么。很多科技股一天跌 10% 常有的事儿，但是对于可口可乐这样的稳健型选手，已经是很大的跌幅。从侧面表示呢，它本身是一只比较稳妥的票。目前呢，它的整个趋势线是子带向上，并且出现了钱袋子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呢，下方出现了我们内部常用的参考信号蓝中红结构简单解释一下，在这种蓝色动能柱中间出现一根红柱，或者连续2到3根，马上又变成了蓝柱，像这个位置，通常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入场位置。如果红柱超过5根以上这个信号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呢，大家也可以找像这种亮柱的位置也很有可能是筑底的信号。如果你是趋势组的老同学呢，就可以关注接下来是否能够出现第一根蓝柱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入场的信号毕竟目前在子带的过程当中，而且又有钱袋子，这样的技术共振值得我们留意。下方的支撑位呢，大概是在81附近，上方在前高点86。好，这个是关于可口可乐带来的信号。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盘和个股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样的分析和思路能够在复杂的环境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也欢迎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下一期视频呢，我们会继续结合趋势结构和新的市场变化，对大盘和个股做跟踪解读。还没有关注频道的，记得点订阅。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